这是由一颗价值连城的则天明堂玉佛头引发的故事。佛像本是供奉在武则天明堂中的一尊弥勒佛，在薛怀义火烧明堂时身首异处，下落不明，一直到民国年间，五大古董行组成了梅花五脉，他们靠家族传承的鉴宝秘术，在古董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五脉费尽心血寻回了佛头，然而却因为一个人让这件国宝流亡海外，他就是当时五脉的掌门人许一成，也是五脉之一白门的传承人。许一成将佛头送给了日本人幕户有三，最后以汉奸罪论处。后来许一成的儿子许和平长大，他拥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却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，抛下年仅7岁的儿子许愿远走他乡，从此便销声匿迹。许愿在汉奸和败类的骂声中长大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他在北京城开了一家电器铺子。彼时的古董界鱼龙混杂，没人讲究风骨和传承，求的就是一个才字。今年过去，五脉人才凋敝，影响力也不似从前，掌管金氏玉器的白门更是脱离了五脉，到了许愿这里更是从未和五脉有过联系。他没有得到什么亲传，但凭着半本许和平留下的鉴宝书，也算是自学成才。京城一家古玩黑市上，货主拿出一件汉代飞熊钮金印，请大家长眼。一旁的老汉也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自称家中祖传。邋里邋遢的许愿似乎是醉了，他晃晃悠悠挤进人群，开始施展绝活鉴定真假。一根细线串起2枚金印，手指翻飞剑断定了真假虚实。最后，许愿以50块的价格收了老汉手里的假印，出了门就被自以为懂行的冤大头500块抢走。殊不知这是许愿和老汉的局中局。许愿本想就这样混过后半辈子，但那颗玉佛头却找上了他。原来幕户有三的孙女幕户佳奈遵照爷爷的遗愿将佛头归还中国，但却要求由许家后人亲自接收佛头。黄门的后人黄嫣嫣虽是女孩，却一直想要做出番成绩，于是她主动请缨寻找许家后人。黄嫣嫣早就调查了许家的一切，她来到许愿家中，告诉他就在幕户佳奈提出归还佛头的这些天，许和平遭遇车祸身亡，这一切不可能是巧合。许愿一直对许和平心存怨怼，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。黄嫣嫣带着许愿见了许和平最后一面，拿走了他死前紧握在手中的1枚铜钱，这是父亲唯一的遗物。在交接仪式之前，佛头暂存在五脉。黄门的掌门黄克武始终觉得寻找许家后人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，便向幕户佳奈推荐了玄门掌门要不然作为接收人。就在这时，黄嫣嫣带着许愿赶来，和文质彬彬的要不然比起来，许愿邋里邋遢的样子似乎十分不靠谱。在场的人无不窃窃私语，佳奈却提出希望两人可以比试一场，如果许愿输了，他可以更改接收人。比赛为鉴定古董真伪，10分钟内谁见得准见得多就算赢。短短的10分钟，两人从瓷器到书画再到石雕，鉴宝的功力不分伯仲，打成了平手。洪门刘老十分欣赏许愿，便准许他跟佛头过手。许愿仔细查看了这颗改变他祖孙3代命运的佛头，发现顶沿有些类似风化纹的打磨痕迹，真品用质地偏软的解玉砂打磨，不应该留下这种磨痕，这是造假之人故意留下的破绽。许愿将这一问题告诉众人，幕户佳奈也知道自己找对了人，因为许和平曾给他来过一封信，信中也表明佛头是赝品，希望能还许家清白。然而各界人士都认为佛头没有问题，黄老为了保住地位，坚称这封信是造假。刘老表示，如果要证明这颗佛头是假的，就要拿出有力的证据。许愿思索片刻，想起了许和平留下的那枚铜钱。刘老查看铜钱后，告诉许愿这枚铜钱来自一个叫老朝奉的人，他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走私造假集团。刘老希望许愿能在交接仪式之前找回佛头，从而洗刷许家的冤屈。与此同时，黄老也力挺要不然，并表示只要他安心接回佛头，可以考虑让药家重回五脉。五脉的元老们自然也能看出佛头端倪，但迫于黄老压力，全都3针7口，要不然也不会做那个出头鸟。他打算找出真的那颗进行交接。许愿返回家中，反复思考着应不应该趟这趟浑水。几个男人闯进他家，亮出那枚代表老朝奉的铜钱，表示想跟他谈笔生意，但谈法似乎不太友好。被许愿拒绝后，更是直接放火烧了他的店。许愿的斗志被点燃，他要跟这帮目无王法的人争个输赢，而这也正是一个神秘人的目的。他要靠着这把火让许愿主动去揭开谜底，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老朝奉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许愿和黄嫣嫣来到许和平生前居住的地方，发现了藏在墙后的摩斯密码，一个关键人物富贵浮出了水面。两人解完密码都不带破坏现场的，这就让紧随其后的要不然捡了漏，也盯上了富贵这个人。富贵年轻时是个探长，和许家交情颇深，如今却沦落到一家洗浴中心给人搓澡按摩。许和平去世1个多月前，送给富贵一个铜镜，但这铜镜却被他卖给了魁氏的沈爷。几人的对话被要不然的手下听了去，于是双方都马不停蹄来到沈爷的地下拍卖会，想要拿回铜镜。两人都有些捉襟见肘，于是便各出奇招。许愿来到市场，挑出真品当场贱卖，引得识货的老板们纷纷离开拍卖会捡漏。会上的宝贝自然全都流拍，
要不然也在市场挑了些珍品，外加5万现金交给沈爷拿走了铜镜。但许愿却并不在意，他的目的是要见到沈爷。这断人财路的法子很奏效，许愿当下就被带到了沈爷面前。沈爷是个女人，说话温温柔柔，全然看不出是个手段狠厉的商人。那枚铜镜是个子母镜，许愿在拍卖会上看到的是真品外圈，他要的是内里那个赝品。沈爷将镜子扔在桌上，许愿刚要去拿就被按了下来，一旁的大汉抄起锤子砸到他手上，镜子也被砸得4分5裂，里面的布条露了出来。许愿忍住剧痛，迅速藏起布条。黄嫣嫣见状，抡起一旁的瓶子凳子一顿打砸，结果一板凳砸晕了自己队友，他急忙叫停，拿出自己黄门的宝贝青铜龙纹环，想和沈爷讲和。好在这招奏效，看在五脉的面子上，沈爷放过了两人。然而许愿和嫣嫣不知道的是，富贵和沈爷关系匪浅，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我们继续看。许愿被送到医院，昏迷中富贵拿走了他身上的布条。许愿仔细回忆当时的情景，得知了富贵的去向。许愿和嫣嫣马不停蹄来到火车站，要不然也紧追着不放。与此同时，神秘人的手下也得到消息来到车站围堵许愿。许愿成功从富贵手上拿了布条，查看一番后发现还是需要铜镜外圈才能解开。此时要不然也追着他来到天桥，两人商量着交换信息。在神秘人的围堵下，镜子被摔得4分5裂，好在最后还是回到了许愿手上。嫣嫣和许愿逃上火车，再次遇到了不知是敌是友的富贵。许愿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问富贵是不是老朝奉的人。富贵表示绝对不是，他只是仅遵许和平遗愿，不希望许愿管这件事。通过铜镜和绢布的提示，嫣嫣和许愿决定转车到洛城。富贵左思右想，还是给两人提供了一条线索，那就是洛城郑家村的郑虎。三人来到郑家村，却被告知郑虎1周前已经去世，眼下他们只能找郑虎的儿子郑国渠，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。许愿始终觉得富贵不可信，于是便找机会甩掉了他。两人如愿见到了郑国渠，这不莽村一霸李宏伟吗？倒腾起古董来了。郑虎这个儿子不省心，早就开始靠着制假卖假大发横财。因为那枚铜币，他将许愿和嫣嫣误认成了老朝奉的手下，两人索性将错就错，表示是带老朝奉出面谈合作。此时一直在背后操控局势的神秘人似乎也要出手了，难道他真的就是老朝奉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许愿和嫣嫣被带到郑村，没想到要不然已经先一步赶来，并且也谎称自己是老朝奉的人，两人只能暂时化敌为友。瞧着郑国渠的面相，先活下来再说，要不然送上了自己的见面礼。许愿只得把嫣嫣推出去，表示这就是见面礼。郑国渠的奶奶高兴地拍手叫好，但郑国渠疑心很重，眼看刀就架在三人的脖子上，富贵及时赶到救了场。郑虎常常和儿子说起富贵，示意郑国渠还给3分薄面。许愿三人见状，当下便认了富贵这个爹。郑国渠也不是傻子，几人关系都捋不清，明显是在演他。眼看就要成为刀下亡魂，富贵急忙将佛头搬出来，三人半真半假将事情的原委简要说明，并表示只要找到佛头，怎么分郑国渠说了算。酒席上，郑国渠醉酒拿出了后山多宝阁的钥匙，嫣嫣负责拖住人，许愿和要不然偷偷拿着钥匙来到了后山。两个最强大脑很快就分析出了谜面，12个多宝阁按照12地支的顺序组成一盘棋局，这局是1933年一场著名的中日之战，被称为天元之局，而谜底就是黑子第161手。根据这个谜底，两人找到一幅5星28星宿神形图，又是一个谜语，但难不倒最强大脑。这幅画的谜底就是东北方位。此时郑国渠也坦言自己只是在装醉，要的就是让许愿和要不然帮自己揭开谜底。他正准备带着人前往后山时，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突然杀进了村子。郑国渠杀出重围，挟持着嫣嫣来到后山，得知谜底在东北方向，马上要挟三人和自己一同前往。东北方向只有一座破庙，几人在庙里的观音像下发现了一个入口。许愿无意中看到一个标志，但他却没有声张，下到洞中，要不然四处查看。他觉得这里就是薛怀义火烧明堂前挖的藏宝洞。果然，一座武则天面容的佛像端坐在洞中。许愿上前查看，发现佛像的背后也刻了那个标志。他仔细回忆，想起许和平告诉过他这是棋局中的虎口，也就是陷阱。郑国渠不疑有他，要求两人立即将佛头取来。许愿和要不然互相使了个眼色，当即将手电筒砸向郑国渠，嫣嫣也趁机摆脱了控制。郑国渠顾不得三人，上前摘下佛头，捡起了地上的枪，还没等他得意，就被一枪打中，倒在了地上。来人正是先前突然杀进村中那帮人的头目，同时也是要不然的手下，他们还带来了富贵。许愿十分不解，质问要不然他是不是老朝奉的人。要不然表示现在的古董界老朝奉和五脉已经没有了区别，自己谁的人都不是，只是想要拿回佛头。说话间地动山摇，洞穴眼看就要塌，要不然被人护送着离开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小喽啰还想着杀人质。富贵捡起地上的枪干掉2个，三人互相搀扶着离开。许愿找到了许和平留给自己的生门，富贵却不幸中枪身亡。
他终于还是完成了自己护着许愿的承诺，要不然带着佛头离开，之前所说的那个神秘人就是他的爷爷要来，而他也并非真正的老朝奉，做这么多只是为了争口气。离交接仪式只剩几个小时，许愿将近来所有的事串联在一起，终于发现了佛头真正的秘密。此时，要不然作为佛头接收人出现在交接仪式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了自己带回的那颗佛头，表示这才是真正的武则天明堂玉佛头，并拿出了五脉近年来为赝品做的认证书。原来他的目的不仅是要药家重回五脉，还要坐上五脉掌门人的位置。说话间，许愿出现在现场，向众人说明这两颗佛头都是假的，真正的佛头自己知道在哪。说着便走上台砸向加奈还回来的那颗佛头，现场一片惊呼声。而真相就是法相在皮相之内，真身在假身之中，真正的玉佛头一直藏在这颗假的里面。明堂玉佛头重见天日，现场一片哗然。原来当年内忧外患，偌大的国土竟容不下一件完整的文物，许一成只得出此下策，让老朝奉以为佛头是假，让日本人以为佛头是真，以此保存下这件文物。这一局护宝队赢了。